講關於資產重估啊，嗱咁我主要講金融資產啦，咁亦都係主要講需要重估嘅資產，因為如果你譬如你買一間公司，你買到股權去到20% 或以上啦，咁可能你嘅入帳咧就變成合營企業啊、聯營企業啊，咁嗰啲就係權益法入帳啊，咁就唔需要重估啊。咁我而家就唔講嗰啲合營公司啊、聯營公司啊、或者附屬公司啊、併表啊，或者權益入帳啊嗰啲，我講係真係要重估嘅金融資產啊。咁順便講多少少啦嚇。嗱，咁金融資產重估咧，以前嘅舊會計準則咧，就要視乎你個金融資產點樣分類啦嚇。咁我哋以債券投資，譬如一間公司佢投資一啲債券為例子啦。咁你可以歸類為以前咧就3種嘅嚇，即係你歸類係3種。你可以將你投資嘅債券歸類為持作交易用途held for trading， 即係話我買呢個債券咧係交易嘅 ，OK 嗱，咁呢又係一種啦。你亦都可以話我係歸類佢為可供出售available for sales， 可供出售，咁就第二種啦。你亦都可以話我係持有到期嘅held to maturity， 持有到期嗱，咁視乎你。同一個資產嚟嘅話，即係譬如你買一間公司嘅債券，同一個資產啦，都係嗰間公司嘅債券啦。視乎你歸類佢為邊一種，你係歸類佢做持續交易用途啊，歸類做可供出售啊，定係歸類為持有到期啊？嗱，唔同嘅歸類咧，個做法就唔同㗎。咁我而家講每一個歸類你點樣做啦。咁如果你係持續交易用途嘅，咁你嗰個債券你每年咧都要 mark to market 嘅，即係你每年都要按市值重估嘅，按市值重估。而重估咗之後，你個浮盈啊，因為你未賣噶嘛，你賣咗唔使重估啦，即係你要重估，即係你未賣啦。咁你個浮盈或者浮虧咧就會進入你個利潤表嘅。嗱，我舉個例子啊，譬如你90蚊買咗一間公司嘅債券。咁呢個債券有10年後先到期嘅，咁你90蚊啊，你90蚊買咗，咁10年後到期，原則上你10年後到期，你就攞翻100蚊噶嘛，係咪？咁即係話咧，你今日買90蚊，10年後你收翻100蚊啊，咁但係咧，如果你係持續交易用途咧，你就要 mark to market 嘅，你去到年尾你 mark to market， 咁我假設去到年尾係你個債券市值。即係市面吹緊95蚊，嗱咁你買入係90蚊，咁而家市價係95蚊，咁你 mark to market 你咪賺咗5蚊咯，係咪？咁呢5蚊咧就會進入你嘅利潤表啦，你個 P&L， 你個利潤表咧，今年因着你買咗呢個債券，你就賺咗5蚊啦嚇。咁呢個就係如果你歸類為持續交易用途，咁你就會賺咗5蚊嚇。咁同一個債券，你歸類佢為可供出售，咁點咧？嗱，可供出售咧，亦都係要 mark to market 嘅。咁你買入係90蚊，去到年尾佢個市價係95蚊。嗱，咁你都升值咗5蚊。不過升值咗呢個5蚊咧，係不會進入利潤表嘅，但係會進入個資產負債表，即係話你個資產你係多咗5蚊。但係你個利潤表係冇多5蚊㗎，因為你唔係持續交易用途，你係可供出售。咁佢一樣要 mark to market。不過 mark to market 之後得到嘅，無論你係浮虧或者浮盈，只會反映喺你個資產負債表喺 OCI 嗰度OCI， 你個淨資產會多咗5蚊喺我呢個例子。咁第三個就係held to maturity 啊嘛，持有到期嗱，都係同一個債券啊，我都係90蚊買，都係10年期，10年後到期，10年後我都係收翻100蚊，去到年尾亦都係升值到市價係95蚊，但係如果你係歸類佢為持有到期咧，咁嘅做法咧就係用一個叫做 amortized cost 攤餘成本啊，有人譯做攤餘成本。
咁啊點做嘅咧？嗱，你唔需要 mark to market 啊，持有到期係唔可以，係唔需要 mark to market 嘅。咁但係佢係用叫做攤餘成本。咩叫攤餘成本？嗱，你諗下，我90蚊買呢張債券，10年後到期我收翻100蚊，咁你係咪10年後由今日你90蚊買，去到10年後100蚊攞翻？你係咪多咗10蚊咯？係咪？嗱，咁多咗10蚊咧，10年多咗10蚊咧，咁咧其實你就相等於你每年會多1蚊嘅，即係話咧，你1年後你一攤餘成本，你一攤餘成本啊，湯丁丁應該嗰個算冇咗，我陣間再叫我答完之後叫佢翻入嚟。嗱，你攤餘成本咧就係話你嗰個去到第一年尾，你入帳咧就變成91蚊啦。嗱，因為你90蚊買啊嘛，10年後你會攞翻100蚊啊嘛，咁啊每年多1蚊咯。咁啊第一年尾你攤餘成本嘅呢一個債券咧個帳面值就變成91蚊，第二年尾咧就變92蚊，第3年尾咧就變93蚊，去到第10年你咪收翻啱啱好100蚊咯。嗱，咁你會發覺咧，第一年尾，即使你嗰張債券嘅市值，如果你賣出去，你可以賣95蚊嘅，但係因為你係用持有到期嚟入帳，因為你係持有到期入帳，所以你就要用攤餘成本法去計佢個價值。咁你1年後1年尾你入帳，你係入91蚊嘅，你係唔可以入95蚊嘅。因為你係唔需要 mark to market， 咁呢個就叫做攤餘成本啦。咁你會見到咧，就係同一樣嘢，你即係同樣你揸住同一張債券，因着你歸類為唔同嘅類別，做法係唔同嘅嚇。有啲要 mark to market， 有啲 mark to market 咗之後，嗰個浮虧浮盈係進入利潤表，有啲係進入 OCI 資產負債表，有啲係直頭都唔需要 mark to market。OK， 咁呢個咧就係舊嘅會計準則嚇。咁但係你新嘅會計準則咧叫 I9 啊 ，IFRS 9。新嘅會計準則咧嗰個歸類咧就唔同噶。新嘅會計準則咧個歸類咧就係 FVPL， 即係話咧FV 即係 fair value，fair value 嗱，逢親見到 fair value， 即係話你需要重估啊。嗱，你會見到佢係用 FV 用 fair value 啊，佢唔係用 market value 啊。咁呢個我又要解釋一下咩叫 fair value 啦。fair value 嘅意思咧，即係話一個公平嘅價值，即係話去到年尾，你要為你嘅呢啲金融資產咧揾出佢個公平價值，即係一個 fair 嘅 value。即係話呢個資產去到年尾，究竟佢嘅公平值應該係幾多？點解唔叫 market value 咧？因為唔係所有資產都有 market value 嘅。金融資產咧係有3類嘅，我哋叫做 level 1 asset、level 2 asset、level 3 asset。即係話金融資產，除咗你入帳，你要選擇佢係用乜嘢方法入帳啊？新嘅會計準則 I9 咧就係主要有3類啦。一個 FVPL， 即係話你揾到個 fair value 之後，有浮虧浮盈會進入 P&L 啦，即係進入利潤表。第二種就 FVOCI， 即係話你揾出個 fair value 之後，有浮虧或者浮盈係唔會進入利潤表嘅。係會進入呢個 OCI 咧就即係資產負債表嚇。第3類咧亦都係同舊嘅會計準則一樣啦，叫做 amortized cost， 即係攤餘成本法。攤餘成本法即係話你係唔需要 mark to market 嘅，你係視乎你嗰個，譬如頭先舉例嗰個你債券90蚊買，10年後變100蚊。咁每年增加1蚊咯，咁第一年嘅年尾你咪入帳咪變91蚊咯，第二年咪變92蚊咯。咁呢個同舊嘅會計準則冇分別㗎。咁我哋講同舊嘅會計準則有分別嘅嗰2種啦，FVPL
同埋 FVOCI。咁啊頭先講啦 ，fair value 嘅資產啦係分3種嘅啊，一個 level 1，一個 level 2、level 3。有咩唔同咧？嗱 level 1嘅資產就係佢係有 market value 嘅，佢係有 market value。咩叫做 market value 咧？其實 market value 意思我用一個例子啦嚇，譬如你揸住匯豐股票，譬如你有1萬股匯豐股票，匯豐股票係有 market value 啊，唔係樣樣資產，唔係樣樣金融資產都有 market value， 但係匯豐股票或者我哋話喺交易所交易嘅股票係有 market value。點解咧？market value 咩意思咧 ？market value 嘅意思即係話你唔需要將你手上嘅匯豐沽出去，你都知道你手上嘅匯豐值幾多錢嘅。原因就係每一個交易日咧，匯豐股票都喺個交易所度交易噶嘛。而你手上嘅匯豐同人哋喺交易所交易嘅匯豐係一樣噶嘛。譬如你有1萬股，咁啊匯豐喺交易所度每日成交可能1億股。嗰1億股同你手上嗰1萬股係一樣嘅，係冇分別嘅，所以你唔需要賣出，你亦都知道你手上嗰1萬個匯豐1萬股匯豐值幾多錢，因為匯豐嘅股票係有 market value 嘅，係有市價嘅嚇，有市價。咁有市價嘅金融資產咧，就屬於 level 1資產。OK， 就可以知道佢個市價係幾多。咁但係有啲資產你係冇 market value 嘅喎嚇，就可以屬於 level 2或者 level 3。咁啊舉個例子啦嚇，譬如物業。嗱物業咧，其實咧大家要知道物業咧係冇市價嘅。原因係咩咧？原因係每一個物業都係unique嘅，都係獨特嘅。好簡單，譬如舉例太古城。太古城就乜乜角，我當太古城 ABC 角咁啦。太古城乜乜角上邊有好多層噶嘛。我當你係20樓A 室，20樓 A 室。20樓 A 室得一個20樓 A 室噶嘛。呢個世界唔會有同一個太古城乜乜角嘅20樓 A 室。譬如你擁有20樓 A 室。唔會有第二個人再擁有20樓 A 室噶啦，你只可以有19樓 A 室或者21樓 A 室。咁但係19樓 A 室同20樓 A 室始終都唔係同一個單位嚟㗎，係嘛？即係你一係就高一層，一係低一層，或者同一層你20樓 A 同20樓 B 亦都唔係同一樣嘢嚟㗎。所以物業其實係冇 market value 嘅。冇 market value 嘅意思，即係話你唔可以因為市面上日日都可能吹緊太古城嘅某個單位，你就知道你個單位值幾多錢，你係唔知嘅，因為咧市面上吹緊嗰個單位唔係你嗰個單位嚟噶嘛。譬如市面吹緊19A， 你係20A， 你係20A 就係20A 啦。你市面上冇人吹緊20A 噶嘛，因為你住緊啊嘛，係咪？你唔可以因為19A 係1000萬，咁你20A 就等於1000萬，你唔可以咁噶嘛。你唯一要知道就係你賣出去咯。咁但係如果你係揸住一個物業，你入帳，你又未賣，咁你又要為佢估值，咁點咧？咁呢個就係 level 2資產啦。level 2嘅資產咧，就係話佢只係有一個參考嘅，市面上只係有一個參考嘅價錢。你因着呢一個參考嘅價錢，你去計算究竟你擁有嘅資產值幾多錢？只係一個用參考價嚟計算。有參考價俾你計算嘅資產就係 level 2啦，就係 level 2資產。level 1資產係直頭有 market value 嘅，有 market price 嘅，有市價嘅資產就係屬於 level 1資產，有參考價資產就屬於 level 2嘅資產。level 3資產即係話亦都冇市價，連參考價都冇嘅，就要靠一啲模型又好，你作一啲嘢嚟估。嗰啲咧就叫做 level 3係例如古董咁啦，例如你擁有某個古董，咁
咁呢個古董獨一無二噶嘛，市面上亦都唔會有參考價嘅，即係古董即係睇喜好啊。咁呢啲即係話 level 3資產，即係話你好難估值嘅。不過啦，咁你點都要你會計準則點都要估啊。咁你咪要作一啲 model 啊去估咯嚇。咁我想講咧就係個 fair value。點解我哋係講緊 fair value 唔講 market value？ 因為唔係所有資產都有 market value 嘅嚇。咁level 1嘅資產係有 market value。Level 2嘅資產係冇 market value， 但係佢可能有一啲參考嘅價值嘅價錢。Level 3資產咧直頭冇 market value， 冇 market price， 冇參考 price， 乜都冇，你自己估啦咁樣嚇。所以咧我想講咧就係金融資產咧係有3類啊 ，Level 1、Level 2、Level 3。而金融資產嘅入帳咧，新嘅會計準則咧就 FVPL 你 mark 到，即係你揾到個 fair value 之後，你個浮盈浮虧咧就進入利潤表。FVOCI 就係你揾到fair value 之後，佢嘅浮盈浮虧咧就進入資產負債表。咁呢個就係解答咗金融資產嗰啲重估即係上市公司佢資產負債表上邊擁有嗰啲資產咧咁需要重估嘅有啲根據會計準則有啲需要重估啦，尤其是金融資產嗰啲啦咁需要重估，無論係股票、基金、債券咁呢啲要重估啦呢個就解答咗金融資產重估嘅問題啦。